接下来的公元1860年代将是发生根本变革的10年，这段时期塑造了中国和日本的未来，也让长达2个世纪不曾往来的两国重新恢复了官方接触。2个选择不同的道路的邻邦将会迎来怎样的相遇？公元1861年，中国的清政府进入了史称同治中兴的时代。这时候呢，第2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，太平天国也开始走了下坡路。到公元1864年，就彻底被镇压了。对于刚刚继位的同治皇帝和他的新的领导集团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个重整河山的好机会。而在日本呢，公元1868年，幕府将军被推翻，明治维新给了日本一个全新的领导体系，了解和适应这个世界新的游戏规则。可是面对国家该往哪里去这个问题，同治朝和明治维新的领袖们看法可就大相径庭了，令人瞩目的变革。说到这里呢，有个值得纪念的时刻。公元1862年，在中断往来2个世纪后，中日官员终于又开始见面了。这次会面呢，开启了谈判。到公元1870年代，双方签署了正式的条约，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对方国家建立常驻的公使馆。先来看看中国这边。公元1861年，5岁的同治皇帝在父亲咸丰帝驾崩后继位。咸丰帝去世的时候呢，年仅30岁，留下了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，而危机中也孕育着转机，这就是同治中兴的开始。不过，同治皇帝在公元1875年驾崩的时候呢，年仅只有19岁，从未真正的掌握实权，而掌握实权的呢是他的皇叔恭亲王奕欣，还有生母慈禧太后。慈禧非常善于管理朝政，在同治、光绪2朝都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，也就是中国人熟知的垂帘听政。恭亲王和一些地方官员，比如李鸿章、曾国藩，认识到要对付洋人，必须得有新技能、新技术，于是，在公元1861年发起了洋务运动，舰船政从此诞生。在岷江之滨绵延至今。他们在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局，到公元1871年已经能够生产来福枪，在福州、上海等地又建立了造船局。到公元1880年代，中国购买和制造的船只数目甚至超过了日本。公元1873年，李鸿章还建立了轮船招商局。但是改革的路上从来都阻力不小。慈禧太后一开始嫌火车太吵，推迟了铁路建设，后来更是挪用了海军经费，扩建整修了北京的颐和园。园里那个大理石的石坊用的原来是海军现代化的钱。说到向西方学习，中国也派出了使节团，最著名的呢是公元1868年派出的普安臣使团。这个使团呢有30多位成员，访问了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普鲁士和俄国。使团里的中国代表满人志刚和汉人孙家谷都是精通儒家经典的官员，他们对西方技术理解很深。志刚后来还出版了《出使太息记》。但是问题来了，这些使团的成员回国后，他们的建议大多都没有被采纳。那么相比之下呢，日本在公元1871年到1873年派出的岩仓使节团回国后，却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12个国家，出访时间长达1年07个月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？因为中国有一群儒学根底深厚的保守派，他们并不支持现代化。李鸿章曾经提议送年轻人出国留学，改革科举制度，但这些建议都没有被采纳。所以当日本领导人全力投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时，中国的统治者却在通过建造豪华的建筑来展示帝国的伟大。开国后的日本迫切想知道自己和世界的距离，以及如何缩短这个距离。1881年，原定15年的幼童留美计划进行到第9年，遭到清廷保守派的强力阻挠，理由是外洋风俗，流弊多端，各学生富少儒书，德性未坚，尚未究笔技能，实易沾其恶习。虽然中日两国都在向西方学习，但是极有可能对中国产生长远影响的计划就此夭折。
朝鲜呢，也在同时期重建了拥有约330座的建筑的皇宫。这种选择上的差异，最终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。通过洋务运动，中国在建立现代化工业基础上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，但是公元1885年后，北京的保守派官员们对现代化工业的支持就减少了。中国在制造武器上获得了很多成就，却未能够像日本那样实行彻底的制度改革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就要留下一个悬念：与清朝这种修修补补的洋务运动不同，明治日本推行的是全面现代化。那么日本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？面临着内战、财政入不敷出、列强环伺等诸多威胁，但是他们依然安排了十分密集的出访。年轻新政权渴望与世界强国对话，寻找他们未来的方向和道路。